大家好，我是开心。今天我们来讲建造模式。你想不想和我一样，拥有一套专属于自己的独栋别墅，每天在这里晒晒太阳、喝喝茶，享受悠然独居的生活？窗外就是大海，它能让我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大家都说青州是个养老休闲的好地图，所以我在这里盖了一座房子。接下来开心就带大家参观我的海岛小屋吧。这座海岛小屋依海而建，真正做到了面朝大海、春暖花开的惬意美景。岛上随处可见的桌椅板凳，能让我打完副本之后，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到家中，然后我躺在椅子上晒太阳，享受惬意时光。我会邀请3、5好友来我家做客，饮一壶下午茶，吃着桌上的点心，这生活美滋滋。我还可以坐上荡秋千，看着前方的大海，享受我的美好时光。天啊，这样的生活也太惬意了！前面是我建造的大件，虽然白天看不出有多好看，但是一到晚上，那简直就是我的地标建筑，哇，太美了！夜晚的灯光效果确实比白天还要漂亮。我看着那把剑，陷入了沉思。没错，我就是那个剑神。我飞升仙界已有20余载，早已不过问江湖中事，什么协力清剿野外首领 BOSS 副本，我全都不关心。此时，我早已归隐山林，寻一处海岛，盖一座小屋，过上我神仙般的生活，每日约好友一起泡泡茶、聊聊天，这就是我的惬意生活。旁边是我的好友5名，我们会一起聊天，一起发呆。他是我第一次进游戏的时候就认识的，那时候我们一起在清河抓机敲，在开封盖房子。这一路走来，历经了皇宫、河西、不见山、青州，有朋友的陪伴，还是挺爽的。哇，太美了，红得发亮。其实一键开天门那几个字是用灯笼做出来的。关于建造技巧，一会儿我会教大家如何建造。它这个灯笼距离远一点才会更好看，距离近了就没那么红了。反正大家要想建造玩得爽，就必须学会利用灯笼的发光原理。而且现在的建造模式是可以拉伸变形的，所以只要你有耐心，建造其实还是很容易的。就比如这个荡秋千，其实并不能坐上去，但是我们可以给它放一把椅子，然后把椅子缩小到肉眼看不见就行。于是你们就以为我坐在了秋千上，而事实上我是坐在了椅子上。屋子里是一个大型的酒吧，平时可以约3、5好友来这里聚会，享受快乐时光。而且界杯就在屋子里，想来酒吧玩可以直接传送。我独自坐在屋子里，欣赏外面的月亮，再细细品尝美酒，这样的生活简直幸福。我想这就是游戏的意义吧，它会给你一个家，一个随心打造的家。这是吧台，想喝酒或者饮料的，可以来吧台这里点一杯饮品。当然我自己就是酒吧的老板，平时用来宴请朋友，他们也喜欢在我家里玩耍。最后一站，我带大家参观我家的豪华大床，而且还是吊床，能在上面荡秋千的那种。清晨睡醒起来，我会在桌子旁喝一杯早茶，望着眼前的大海，我的心里无比惬意。兄弟们，这才叫生活呀！
早上的日出真是美极了，金灿灿的洒在我的身上。怎么样？这样的生活你们想不想要？先别急，咱们马上就参观完成了。接着我会教大家一些建造技巧。其实我的电脑里已经存了100G 的影片，但是由于国服更新太快了，我一直没时间做。像这样精彩的建造，我电脑里还有很多。唉，没办法，本月26日就要开江南地图，到时候我肯定忙着更新江南，所以等我把江南地图更新完，就专心制作建造模式的影片。想看的朋友，请在留言区留下"想看"2个字，因为越多人想看，我更新的速度和动力就越快。接下来开心教大家如何建造。普通的建造其实都很小，电脑端玩家可以在放好建筑之后，按 T 键打开微调界面，这里面有旋转和缩放，咱们直接点缩放，你想怎么放就怎么放。你们看，小小的组件瞬间变大几十倍，每一把刀都像是绝世神兵。这个梯键功能不仅能将物体变大，也能变小，甚至还可以拉伸变形。我不知道你们国际服有没有这个功能，如果没有也没关系，后期肯定会出，而且这个功能非常重要。你们在网上看到的那些大神制作的建造，必须用到这个组件变形的功能。变形主要有2个好处，一是可以随心所欲打造你想要的建造，就像我刚才的海岛咖啡屋一样；二是可以节省大量的材料。你看这艘小船，瞬间就能变成超大航母，可以为你节省几千倍的材料。小船变大船，这玩法既实用又有趣。学会这个技巧，你都不用买辅警行舟了，而且你还可以在船上安放各种建筑，让它成为你的私人豪华游艇。多买几瓶烟花，回家也能放。张相公，您来了。群英荟萃，不敢缺席啊。看这根齐天大圣的金箍棒也是，你可以把它连起来几万米高。在这根棍子上面都可以建一座别墅了。咱们说完变大的，继续说变小的。刚才咱们说的海岛咖啡荡秋千那个，就是像这样把椅子变小就能坐上去。利用好这个特性，你就可以在不能坐的地方也可以坐下去。其实玩建造模式很简单，新手会觉得有点难，但是只要你熟悉之后，就会发现无比简单。其次，如果你是电脑端玩家，我建议你买个好点的鼠标，因为建造模式的摆放对鼠标的滚轮非常重要。鼠标的滚轮有3个作用：一是快速切换武器，二是放大缩小地图，三是建造模式旋转组件。因此，鼠标的滚轮以及精度都必须非常高。